咱们中国造的这个水下无人巨人，就是超大型无人潜航器 XLUUV 就亮相了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这个装备啊是跻身了世界一流，目前只有中美两国才能够在这个装备上斗法。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咱们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通常咱们就无人潜航器嘛，就讲的是 UUV， 其中这个大型的呢叫做这个 LDUUV， 而这个超大型的呢就是 LXUUV。一般来说啊，就它整体的这个排水量超过5吨以上，咱们就称之为这个 LXUUV， 就超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了。那目前啊，能够研制这种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那只有中美两国。反正至少咱们看到的实物也只有中美两国。美国在这一边下手比较早，动手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它很著名的波音公司，搞的那个虎鲸啊，那虎鲸水下的无人潜航器，那非常的大呀，是24米乘以2.5米，直径2.5米，长度达到了24米，整个水下的排水量达到了80吨，它可以潜到水下3300多米的这个深度，而且呢，它续航能力非常的强，1万多公里啊，出去一走1-2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是都有可能的。说透了之后，它就是跟一个小潜艇都差不多了啊！你看上去这个长度也是足够的大，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无人潜艇。那这种水下无人潜航器作用非常的大，特别是像这种大型的。这种现在叫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呢，它的作用啊，几方面作用很明显。第一个呢，它可以获取情报，进行这个水下的监视这个监听侦查。所以，因为它这个潜航时间比较长嘛，这就非常的有利了。而且呢，它这排水量比较大，可以搭载多种的这个探测器和这个任务模块。那么下去之后呢，能进行各方面的这种侦查呀、监听啊、监视的动作。你比如说，对这个其他航行器的这个声纹特征，它就可以有效的监听。而且它是无人的，用电的嘛，它本身就非常的安静，而且它是待在那边，它可以不动。它对你周边的这些环境，你比如说这个水文的一些情况，对这个水下的这个航行物以及上面的船只等等，它可以对你的水文特征，对整个这个环境的水文特征和你那个声纹特征进行非常准确和清晰的这个监听监视。当然它也可以监视这个水下的目标了，而且呢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对你周边的地形进行这个有效的去探测它这就还对海底地形可以掌握的非常的清楚，这就可以绘制出这种海底地图。你知道这个潜艇作战那很重要的就是海底地图，它这个一定要准确。那这个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第二个作用很明显了，它本身就是个小潜艇，它可以进行一些反潜的工作。当然并不是说靠它去直接打这个潜艇但是呢，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它有那么多的功能之后它其实对这个水下的各种潜航器，它可以进行有效的监听监视，探测出它准确的位置，然后和自己的反潜力量，比如说和空中反潜力量或者跟水面的反潜力量进行有效的配合，在这个反潜体系之中来进行反潜作战。而且呢，就说它本身也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它不光是这个反潜作战，它其他的攻击作战、特种作战能力它也是有的。这就是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特种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对别人进行阻断袭击，潜到对方的这个重要的一些，比如说海港或重要航线下面进行攻击，甚至说也有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潜。你像美国这个虎鲸这个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本身就装有意大利的生产的这种小型的鱼雷，这东西它也可以作战的那除了这个它参与这种发起攻击之外，它也是一个进行水雷战和反水雷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利器。你比如说用它来进行布雷或者用它这个进行反水雷清除这个海面下面的这些布雷的情况把这些布雷给它布的水雷给它清除掉，那它的作用就是非常的大。而且呢，它关键它是无人的它不受这个工作强度和这个危险程度的影响。你说句难听的，如果它真把水雷给弄炸了，你也就无非就是损失一条这个潜航器而已了。而且它的续航时间这么长，它就有这方的便利条件也就是说呢，这个大型和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是未来海下武器平台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平台。那有人就说了，你看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相当不错了，咱们你看这东西都可以出口了，一般来说嘛可以展示，可以出口了已经都出口了，那我们自己用的东西可能就更好了。这个也许是这样的吧。当然，通过这次展览时候咱们展出的是一个模型，那这里边也看出了我们的一些不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无人
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啊，它用的还是7叶的螺旋桨进行推进，而美国的现在的潜水器啊，就包括它那个虎鲸啊，它已经是用了泵推装置，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啊，是可以再去发展、再去进步的。